这边就到九份老街了，可以看到整个车子上都是游客，而且日本人还蛮多的。好，下车啦，这个就是我搭的965。这边是在九份老街，就是最后一站直接下车。那司机感觉也还蛮贴心的啊，有照顾到这个国外的观光客。刚刚上来看到这个九份的夜景，他还特别把这个车内的灯光先熄灭一下。这边的那个胶囊是有附钥匙的，就是出来可以锁门，这点还蛮方便的。那么左边画面上面就是一个可以通风的一个通气口，然后前面上面有一个可以挂我的帽子啊或者是衣服的一个挂钩。就胶囊的这个体积上来讲，这个算是比较大的。这边是公共空间的交易厅。现在这个时段呢，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。这边有一台大的电视，然后还有一些付费的泡面，还有一些饮水机之类的。现在要去找东西吃了。现在外面是下着大雨啊，每个人都撑着伞。哇，正好赶上了他们老街的这个收垃圾的时间，前面就是一台 BMW。哇，我不知道现在的游客相对上来说是比较多还是比较少。现在是礼拜五的晚上。其实我九份来过非常多次了，就跟自己家里的厨房一样。但是平常我都是开车过来，所以我这次搭巴士过来啊，算是走一个观光客的视角，跟他们走一样的路线，一样的交通方式。这是升平戏院，新北最老的戏院——瑞芳升平戏院。来自各地的观光客。那这个胶囊比较特别的是，它除了空间比一般的胶囊稍微大一点之外呢，它的门是可以上锁的。那这样子在出去的时候要洗澡或者是要上厕所，感觉对自己的随身物品都比较安全。我想想，我胶囊旅馆应该也睡了还不少间啊，经验是越来越多了。这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出来旅行的方式啊。我不用再看着我的套房间里面有另外一间厕所，我总想着厕所的天花板是不是蹲着什么其他的人。这种胡思乱想，可能是我恐怖片看太多了，有很多奇怪的想法。那么现在已经接近午夜了，那我要先来睡觉了。这个床铺还蛮舒服的。现在已经是早上8点了。看到外面的这个天气啊，还是滂沱大雨，雨势还真的不小。看起来今天应该活动都蛮受限的，应该有蛮多游客现在都还在床上，可能行程都受影响了吧。从这边可以看到昨天入住的地方。然后一边就是霞海城隍庙了。这一条是最主要的进出的这个观光区域。我现在才知道它的名称啊，叫做黄金山城，九份的旧道。
我现在要走去一家早午餐的咖啡店，那途经这个新北市瑞芳区9份国民小学，他们这边有一个画得好漂亮的看板插画。我来9份这么多次，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学校。我看来这个雨应该是不会停了。哇，我终于到这一家早午餐的餐厅了。在这个下着大雨的山路上弯来弯去，颇有一种探险的感觉。从外面往里面看，感觉就是个很有气氛的地方啊。看来不进去试试看是不行了。这边现在像这样子。28岁的人，然后这个是叫我现在往树梅坪古道的方向走过去，还有420公尺，可以看到整个山头都是雾气。好，本来要去那个古道的，但是啊，这个风雨实在是太大了。我觉得就算上去，应该也是白茫茫的一片，所以呢，我就又半途而废啦。实在是有点冷，这让我想到了之前去长崎。也是一直都在下雨，也是山城，也是雾气。你们觉得有没有气氛呢？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啦，不一定每次都要晴天。狗狗，好乖哦。随意的绕着这个山径走来走去啊，在各个房舍之间穿梭，不经意的就绕到老街来。可以看到人潮整个都已经出来了，满满的都是观光客。这是我的位置。刚刚有一只猫占据了我的座位，然后不肯离开啊，然后结果店员那个妹妹啊，过来帮我把猫抱走。
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风雨在飘摇的样子吗？根本像是一个台风啊！那现在要回住的地方，我先休息一下好了，先回去把相片、影片整理一下，然后或许打个盹吧。哦，现在是午后大概2点，我又回到了下榻的地方的这个大厅啊。现在这边一个游客都没有，估计应该都去吃午餐了。由于风雨啊，大到有一点不可置信，有一点荒唐啊。我看有一些路上的国外的观光客都笑出来了，不敢置信啊。我刚刚啊，本来看好一家餐厅，然后我以为他5点半才要开始现场排队，是一家评价很高的一家料理。但是我到现场才发现，他是6点他才开始营业。啊，这样我就不等了，我不可能在这边站半个多小时啊，寒风刺骨啊，太辛苦了。决定找其他餐厅吃东西啦。好，最后我还是跑到这边来排队了。那目前其实还没有人在排队。那现在是距离6点开始营业呢，大概还有10分钟。我就不管啦，反正我也没有多的其他的事情，时间多的是。这边是他们菜单的部分，然后我点了一个鸡肉饭跟那个金沙虾，这是比较多人的选项，这是老板讲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要离开这里了。可以看到外面还是湿湿哒哒的，还下着大雨啊。那么这次的旅行就先到这样子。旅行啊，其实只是为了旅行，没有其他的意义。那我这次来啊，只做了2件事情，一个是淋浴，一个是吃东西，没啦，就这样。